Hello，这一节课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包裹用到的胶类的一个选择。很多宝贝的话呢，在操作完水彩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分层啊、开裂呀，以及说起皮呀、掉色呀这样的情况啊。这一点的话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选择包裹水彩的胶没有用对。其他的元素在不考虑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我们的水彩没完全风干了刨去这一类因素的话，我们的包裹水彩用到的胶是否选择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常见的这几种包裹水彩的宝贝们会经常用到的这几种我都给大家列举出来了。有这种超薄的底胶、普通底胶、免克底胶以及 missing 的调和底胶、加固胶、流平胶，这样的胶的话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具体哪一个是可以用在包裹水彩上面的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要先用胶去包裹水彩，而不能说是操作水彩完直接封层呢？是因为我们的水彩它是用到的是水去把颜色揉出来，再到我们的甲面上呈现颜色，等待它的自然风干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包裹这种状态下呢，它是强调的是我们要用清水去把颜色揉出来，再到甲面上去显示，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它这个其实在甲面上其实就是一个彩色的水，这个水在指甲上面去操作晕染，去画线条，然后它这个水分干了，它所形成出来不同的纹路不同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即便是干了，宝贝们，我们这个时候的指甲表面上也是会有水痕的，也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含水量会存在的。这种时候你直接去封层的话，它是一定不牢固的，肯定不结实的。这个就好比说是我们本甲的一个状态之下本甲的状态之下，假如说我们是完全裸露的指甲，这个时候你想在上面涂个封层我就想让它亮亮堂堂的，我不想涂任何的颜色是可以的。但是你能直接上来就涂封层吗？肯定是不能。我们这个情况下需要涂的是什么？这个时候需要涂的就是底胶它不能是加固胶，对不对？如果我们自己的本甲的一个状态下的话，你给它抛膜完了，表面的粉尘清洁掉了，也用酒精或者是清洁水已经擦掉粉尘了，这个时候我们上的都是底胶而非加固。如果你直接上加固的话，后期肯定会不牢固，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操作完水彩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选择后者，那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排除的就是把加固排除掉了，对不对？那流平胶的话，它跟加固其实来说它俩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它俩的质地不一样。流平胶的流平性要更好，它是帮助于我们指甲去找平甲面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胶类晕染这样的画了彩绘甲面稍微的凹凸不平这样直接去涂流平胶，它的流平度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弧度找好那同样的原理，建构胶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建构胶也可以帮助到给我们的指甲找平，并且它这个是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它会有一个硬度在比如说我们自己指甲特别薄软，或者是这种里面有一些纹路指甲受伤的情况下，你用建构去打一个底，然后再涂颜色，同时的话它的流平性也非常好，也可以做出很好看的光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性质它都是一样的，它自己本身是不能直接去涂在没有结合力的甲面上的，在它们之前你都是需要有底胶有色胶基础上才能去做这些胶的，所以这以上是要被排除掉的，对吧？那所以剩下来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些底胶去进行选择。那这几样底胶分别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来说是超薄底胶，这样的底胶的质地通常是有一点流水状的它的质地的话，我们再去给它取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非常轻薄。就是我们在把它涂在本甲上的时候，它可以说是非常轻薄，没有什么负重感就是薄到可以说几乎像我们最初打底的时候的那一层
防翘处理液呀这种的啊，基本上你涂到它的时候就是这种有点流水状的没有任何这种拉丝的效果。看我反复去这样蘸的时候，在我的笔刷上基本上不会挂太多的胶，对吧？就是因为它这种非常轻薄的一个效果那这种的话呢，它跟普通的底胶其实区别就在于它的质地普通底胶要比它稍微厚一点点，免克底胶要再厚一点点，也就是从粘稠度上来讲就是属于是它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免克底胶大于普通底胶再大于超薄底胶，就是这样它的一个厚度的一个关系。那这种的话，我们首先要把免克底胶排除掉，因为它过于厚重整个的话，我们包裹水彩的话，本身做水彩之前，我们要操作的是磨砂封层，有可能在操作水彩期间，我们还要不断的去隔断磨砂封层。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后操作完水彩，你再去包水彩的时候，再用一个比较厚重的胶的话，它会显得整个指甲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所以我们免克底胶是可以给它也是进行一个排除的这个免克底胶它的作用基本上是我们本甲特别保软的时候想让它的牢固度很强，但是同时的话呢又不想去做太深度刻磨只想轻轻抛磨一下，然后就可以去涂的这种时候我们去用免克底胶的，所以它是有一点保护我们指甲本甲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它基本上都会粘稠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再涂刷上去它才会比较厚嘛，所以它这种基本上做的都是会相对于厚重一点的，所以我们去把它排除掉。那剩下的就是这3样了，对吧？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一会儿来试一下这3样的在甲面上包裹水彩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下 Missing 的调和底胶。这个胶是用来干嘛的呢？它的话是作用点很多，它可以用来去调和一定的亮片粉类这样的，所以它能去调和这些胶，并且呈现出一定的效果让它把亮片有点变成亮片胶的效果，把我们的这种亮粉变成一点那种极光色胶的效果，所以它的这个结合力是非常强的。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它的基础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去包裹我们的魔镜粉可以避免炸粉一般普通的底胶这种平常我们用到的底胶再去包粉的时候都会浮粉和炸粉，就像我手上做的这个款式一样，它用 Missing 包完之后，它的这个粉和我们刚蹭完时候的那种镜面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通常来说像这样的胶去包底胶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那为什么说前两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老师着重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的话，我去测试一下这个超薄底胶，刚才已经给大家去稍微看了一下它的流动质地，对吧？这个是我在直播间里面有做到的一个款做完之后的话，特意就是没有去给它包裹。那我们留到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测试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水彩它是自然风干的，但是的话呢，它是会随时会再溶解掉的也就是说我们叫加水之后的话，它会溶解掉。我们擦一下边缘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还能擦得掉，对不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包裹，就是完全操作完水彩之后没有下一步骤了。那我们用超薄底胶，可以说稍微再哪怕你想来一点厚度它这个都不太能达到，因为你稍微来一点厚度，它就会向两侧去流淌就容易流淌到甲缝当中。那如果是你做穿戴甲的话，你稍微来一点厚度，它也会把两边堆得特别厚稍微有厚度的话，它都会淌到两头去了所以说的话没有办法涂得特别厚重那包裹底胶的时候是需要包边的，做水彩的时候这一步骤是要包边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去照一下灯，照灯时间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有的时候大家在后续操作的环节当中有可能就是你这一步骤底胶没有照到位。那我们正常照灯要多久照灯是60秒这一点要切记，照灯60秒。
因为一般宝贝们手里的灯的话，有的可能是那种慢灯，它照干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尤其是我们过后想要去做款式的时候，一般在做水彩上面啊，你像我在做这样的水彩款式上面的时候，我都有去叠加这个彩绘线条的部分。那我做彩绘线条的时候，都是需要去把它的浮胶擦掉的，对吧？画彩绘的时候，我们那就是需要把表面浮胶擦掉。那这种时候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现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现象就叫什么呢？就是你的底胶已经照够时间了，但是啊，我们这个棉片再去想把浮胶擦掉，上面假如我想画点彩绘线条的时候，你会发现擦浮胶它会连带着把我的这个水彩也擦掉了，看到吗？刚才我只是最开始是擦掉这儿，但是现在的话擦完之后，它这个地方它变得很斑驳了，对吧？所以说这种时候的话，我们这个底胶即便说照到了60秒，它也不能够完全的去包裹得住水彩颜料，那所以说的话，这个也是被排除掉的，对吧？因为太过于轻薄。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是不是我们的普通底胶就可以了啊？普通底胶确实它从厚度上来讲介于这两者之间啊，但是的话呢，这个我们在涂刷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水彩的一个包裹力还是不够强的啊。虽然说我们再去给它涂上去的时候啊，我再来一个还是在直播间操作过的一个甲片啊，比如来这个吧，在直播间里有操作过的一个甲片。换一个底胶去包一下哈，这一点的话啊，在这儿啊，刚才用到的是这里的底胶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是普通底胶。它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涂上去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稍微是有一点厚度的，但是的话，它对于甲面的一个包裹力啊。也就是粘合性没有那么的强，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在擦掉浮胶以后，我们感受不出来，因为你擦掉浮胶以后，它可能相对还是很完整啊，还是可以去画彩绘的，但是后期你会发现它会脱落。也就是说，会从边缘这个位置啊，可能会起层。那我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啊，大概停了在1周以上的一个时间之后，那边缘这个地方可能就容易起层了啊。从这里操作水彩的位置，对吧？从这个两边开始起翘，或者从这里开始操作水彩，从这里开始起翘，会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它的粘合性和结合力还不够强啊，所以说我们要用专门的一个胶，就是 Missing 的调和底胶，它的这个结合力是相当强的，所以的话用它去包裹水彩的话呢，它的质地和普通底胶是相等的啊，也就是它的这个粘稠度刚刚好，不至于太厚，也不至于太薄，但同时它的结合力和粘合性都要更强，所以来说我们更适合用于 Missing 的调和底胶去包裹我们的水彩啊。那它的话呢，也是包裹水彩之后，我们去照灯时间是60秒钟，之后的话，不管是擦浮胶，再操作彩绘，还是说直接再去封层，都是完全可以的。好啊，那以上这节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所有内容，下节课再见喽，宝贝们。